在人们的印象中，姜太公是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传说中的姜太公文韬武略，智勇双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一个集人神于一身，游走于天人两界的超人。然而近年来在山东高清陈庄大型西周遗址却石破天惊地首次发现了姜太公墓，首次证实传说中的姜太公竟然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其人，让人们不禁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由此人们也开始关注山东高清陈庄大型西周遗址。考古学界一致公认，陈庄遗址的发现是早期历史考古的重大突破，具有首次发现西周早期贵族墓葬、首次发现与姜太公直接相关的铭文铜器等重大价值，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山东高清陈庄大型西周遗址的发现，不仅是近年来国内屈指可数的重大考古成果，更是一件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重磅新闻。此次高清陈庄大型西周遗址的最大考古成果，就是在国内首次发现了山东地区西周早期城址，并在城址内发现了多达9座的西周墓葬群及非常罕见的甲字形诸侯大墓。让人颇感惊奇的是，高清陈庄大型西周遗址竟然却是被偶然发现的。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渠道在经过山东省淄博市高清县花沟镇陈庄村时，施工人员常常会挖出一些陶器片和青铜器，便赶紧上报给了当地文物部门。随即文物部门便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很快便发现了这片宝藏。原来这是一座东西长约850米，南北宽约650米，总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距今3000多年之前的大型西周文化遗址，成为震惊中外的一大考古新发现。随即考古人员又在这座西周文化遗址内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活动痕迹，特别是后期在遗址内发现的国内首座西周天坛，更是让考古专家大喜过望。惊喜远不止此，在这座大型西周遗址里还发现了9个长方形的遗迹，竟然都是墓葬。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2座墓葬竟都是甲字形土坑数穴大墓。这种诸侯级别的甲字形大墓，表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凡响。陪葬的大型车马坑和大量的青铜弓、青铜簋、青铜盘、方壶等青铜器、立罐等陶器，以及精美的玉器、棒串等100多件，让人不禁猜想这2座大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会不会是西周时期周王朝分封的齐国国君呢？在此次高清陈庄遗址发掘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在国内首次发现了姜太公墓。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真实的姜太公原名吕尚，名望，字子牙，后被赐姓为姜而称姜尚。相传他是炎帝的后裔，因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赐姓姜，后掌管4月有功，封于吕。古人曾以封地为姓氏，所以后人又把他叫吕尚。商朝末期，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商，一统天下，开创长达800年的基业，制定好兴周灭商的战略，辅佐文王、武王，讨伐无道昏君殷纣，建立西周政权，因功受封于其地。周文王为了感谢姜尚在牧野之战中立下大功，帮自己最终打败商纣王，便将姜尚分封为齐国之侯，并允许他在齐地开国，定都营丘。然而神话传说却与史书记载截然不同。神话传说中的姜太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诸子百家，无所不知，是一个集人神于一身，游走于天人两界的超人。那么3000多年之前的姜太公到底是神话还是史实？姜太公究竟埋葬在哪里？初次立国的齐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一连串的千古之谜一直困扰着史学家们，令其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此次山东淄博发掘出土的一座3000年前西周古墓，墓中出土文物上镌刻的11个字铭文，却揭秘了一个震惊中外的秘密。首次在国内发现了疑似姜太公墓，并确认姜子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
这是一大令人欣喜若狂的重大考古发现。考古人员在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在陈庄遗址出土的50余件青铜器中，竟有10件都铸有异常珍贵的铭文。其中最让人惊喜的是，在18号甲字形诸侯级大墓中，竟意外发现了一件西周青铜弓，其底部刻有11个字的珍贵铭文。要知道，在考古界历来有铭文的价值不可估量，远比金器等陪葬物的价值更高的说法。这件西周时期用来盛酒的青铜弓造型十分奇特，上半身是一个霸气侧露的怪兽脑袋，尾部还刻有龙王形状的精美花纹。将其上面的盖子打开，便可发现在这件青铜弓的内壁底部清清楚楚地刻着风起坐、绝足甲、其公保尊仪字样的铭文。经多名权威专家研究，发现其大意是说，有一个叫封的晚辈为了祭祀齐国的开国君主，特意给他制作并敬献了这件青铜礼器。北京大学原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认为，这9个字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一看到齐公2字，考古专家们便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因为根据今文惯例，西周时期在描述诸侯国君主时，才会使用国名加公，足甲是指第1代开国君主。由此可见，这一铭文中所写的齐公理应是指历史学界早已公认的齐国开国君主姜子牙。这座大墓大概率就是妇孺皆知的姜子牙的墓葬，并可由此推断，该遗址很有可能就是齐国建国之初所选的第1个首都所在地营丘。接下来的考古发现更是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论断。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陆续发现，在 M35、M36 2座甲字形大型墓葬与夯土台基之间，还有5座马坑和1座长方形的车马坑。车马坑中的战车统一采用了4马拉车。古代能用这种规格下葬的，墓主人一定是非富即贵。4马拉着战车，马头高昂，威风凛凛，能有出这样大手笔的，到底会是谁呢？按照周朝礼制，天子驾6，诸侯驾4，由此可见，墓主人的地位肯定低不了，最起码也是个诸侯级别。据古籍记载，齐国是中国历史上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因姜子牙在兴周灭商中功勋卓著，被封于齐地营丘，也就是在今天淄博市临淄区建立了齐国。此后从齐太公吕尚，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姜子牙开始，到齐康公为止，先后产生过32位国君。当年的考古队队长、山东省考古研究院高明奎院长认为，这一车马坑和祭坛属于同一年代。许多考古专家认为，姜太公曾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并被封为齐侯，定都于营丘，其人生经历与此处墓葬极为符合。这座车马坑和此前发现的18号甲字形诸侯级大墓都是同一个主人，即就是齐太公吕尚。纵观姜子牙一生，虽历经坎坷，但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姜子牙不仅是齐国的始祖，更是中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西周开国的第1大功臣。他是中国公认的兵家之祖，并有几部兵书传世，被后人尊为姜太公。其军事学说和治国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姜子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一位高居众神之上的神主，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敬仰、崇拜和歌颂。为了歌颂和纪念这个周朝的开国元勋及其丰功伟绩，后人便不断发挥想象力，编了许多神话故事。特别是在妇孺皆知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更是把他描写成一位能呼风唤雨、千变万化、超脱3界、掌管封神的众神之首，以至于如今很多人都已不再相信姜子牙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只是一个人们想象出来的虚幻人物。如今这片西周墓葬群的发现，首次证实这个长期流传于神话小说中的主角，不仅在中国历史长河之中确有其人，
而且还是一位像小说所描写的那样人生开挂、大名鼎鼎的大男主，以春秋时期地表最强的军事专家和政治专家身份而名扬天下。作为齐国的首任国君，姜子牙是齐国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虽然姜太公这个名字在各种文字史料中频频出现，但是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却一直没有发现他的只言片语。后世的历史学家虽然一直致力于研究他和齐国的早期历史，但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史料，而迟迟难以进展。如今，姜太公墓的最新发现和发掘研究，不仅将姜太公从神话传说中拉回了历史事实，更将有望揭示这一尘封多年的千古之谜。此次考古发掘的另一大令人惊喜的成果，是发现了国内最早的高清陈庄祭祀天坛，揭开了3000年前史书记载的齐哀公烹鱼鼎之谜。据《史记》记载，哀公时，祭侯赠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地境，是为胡公。这段历史记载的是公元前882年，周夷王在位第3年时，季侯向周夷王进谗言，导致周夷王烹杀了齐哀公，然后让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吕敬继任齐侯，史称齐胡公。与此同时，又特意任命尹虔去担任齐国军队的统帅，以监视齐侯。众所周知，烹杀是古代一种极其野蛮和残忍的酷刑，特别是将此等酷刑用在一国之君身上，就更为罕见。烹杀行刑时，施行者先强行将犯人衣服剥光，推入一口巨大的锅中，再在锅下架起柴草，点火蒸煮，让犯人随着水温逐渐升高而慢慢受尽折磨而死。虽然史书对周夷王烹杀齐哀公做了记载，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惨剧却一直缺乏考古证据，具体又是由谁执行刑罚的，成为一个千古之谜。然而，此次山东陈庄西周墓葬群的惊喜发现，却让这一谜团顿时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令人惊喜的是，在此次考古发掘中，除发现青铜弓外，在35号墓葬中还发现了另一件被命名为银簋的青铜簋。这件西周中期的银簋上竟还刻着70多个字的珍贵铭文。这段70多字的铭文则进一步揭开了齐国中段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成为还原历史真相的难得材料，很可能揭示了齐哀公被周夷王残忍烹杀的惊天秘密。经知名考古专家研究，这段铭文的大意是：正月壬申日，周王召见尹到周太师，周王如是说：尹，过去我已任命你继承你先祖的官职，管理齐国的军队。现在我再任命你，赐你红色的弓1把，红色箭杆的箭100枚，马4匹，希望你恪尽职守，不要打败仗。尹叩谢王恩，用追击敌军缴获的兵器铸造了这件宝簋，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对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认为，尹是一名受周王委派，全权代表周王朝管理齐国军队的统帅，已经世袭罔替，延续了好几代。由于齐国在姜子牙的带领下迅速发展壮大，不仅让周边的诸侯十分眼红，更让周天子很是忌惮。于是周天子就特派尹前去担任齐军统帅。尹的主要职责大概就是就近监视齐国，预防齐侯有什么不轨行为。由此可以推断，齐哀公或许就是被尹家族所带部队抓捕归案并负责执行刑罚的。由此可见，高清陈庄西周遗址天坛的发现，终于让人们弄清并验证了周夷王烹杀齐哀公这一历史惨案的前因后果。周王朝的逐渐衰落与争夺王位的不断内斗，造成国内一些诸侯越发无力。在此形势下，周夷王登基第3年，恰恰遇到季侯告密齐哀公僭越祭天，早已忍无可忍的周夷王顿时被激得勃然大怒，于是便下令特派齐国的尹家族所带部队抓捕了齐哀公，并不惜用烹杀这一极端手段杀了齐哀公，目的在于杀一儆百，威慑四方。
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抓捕齐哀公并执行烹杀的朝廷爪牙，更进一步发现了齐哀公惨遭烹杀的原因和导火索。据史料记载，由于遭到邻国晋国国君季后告密，导致齐国第5代国君齐哀公遭到了周天子周夷王的烹杀酷刑。这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简直是件骇人听闻、惊天动地的大事，由此也给齐国国内造成了巨大的内乱和动荡。为了预防遭到季后再次暗算，齐胡公吕敬继位后便被迫把首都迁到了博姑。但此举引发了齐国国人的强烈不满，齐哀公的弟弟吕山便趁此机会勾结私党，带着营丘的齐国国人攻进博姑，杀死齐胡公，自立为君，这就是历史上的齐献公。此后，齐献公便将齐胡公的子孙合族人全部赶出了齐国，又重新将都城由博姑迁回营丘，扩建了都城，并改名为临淄。然而，当时周夷王为什么要用烹杀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杀掉齐哀公呢？季侯告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关于这些非常重要的情况，历史典籍上并没有记载。直到此次在陈庄遗址考古发掘后期，意外发现了国内第一个专门用于祭天的天坛，这才首次揭示了齐哀公为何惨遭周天子烹杀的真正原因。受远古皇帝思想的影响，古人向来信奉鬼神之说。在中国古代，尤其是还处于封建社会早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作为受命于天、管理万民的天子，历朝历代皇帝都对祭天仪式极为看重，也最为隆重。因为通过祭天这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不仅可以证明其上天之子的身份，巩固皇权，更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宣传其君权神授的观念，争取广大民众的拥护。正因如此，祭天是一种专门属于天子一人的独家特权，而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侵犯和染指，一旦发现就是天大的死罪。春秋时期用于祭天的9层高台叫做环丘台、拜天台，战国以后称为囊丘，明代以后才正式称为天坛。受财力、物力和技术的局限，封建社会早期的天坛往往都是比较简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祭天的9层高台叫做环丘台、拜天台，是当时专门用于祭天的重大场所和重要建筑。台上往往不建房屋，对空而祭，称为陆祭。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封建皇帝常常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最高的技术水平去建造最完美的天坛，使其成为中国众多祭祀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天坛。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解释，该祭坛是一个专门用于祭天的天坛，不仅在山东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国内也是十分罕见的。在高清陈庄大型西周遗址的南部，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十分罕见、保存完好的大型夯土祭坛。据考古专家介绍，这座编号为 TJ2 的神秘天坛，从平面上看，其中心是圆圈，其外是方圈，方圈外是由多个形状不同的卷环相套，可称为环丘。在中国古代，还与营是通假字，例如在诗齐风中还与营通用。由此可见，环丘酒店晏婴所说先君太公驻营之丘的营丘。建筑祭坛所用的9层颜色深浅不同的花土，则象征着天有9层，也就是古人所推崇的9天、9重天。例如《说文解字》中对此解释道：环，天体也。著名诗人屈原曾在《楚辞·天问》中写道：环则9重，书营度之。由此可见，陈庄遗址的夯土台基的确是一座天体的模型，其建筑功能就是专门用来祭天的。北京大学袁文博学院院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认为，这的确是个用于祭祀的天坛。在整个高清陈庄遗迹当中，
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这座祭坛。这座祭坛中间是个圆，然后是长方的，然后又是圆，这样慢坡下来，直径有5-6米，这是相当不得了的。许多考古专家也都认同李伯谦院长的论断，并认为这一论断的主要证据有以下2点：其一，经过对台基地层的解剖，发现这座祭坛是由9层颜色深浅不同的花土夯筑而成，并在平面上呈现出多个卷环相套的整体构型。其二，据有关专家介绍，高清陈庄遗址夯实台基具有形制独特和结构复杂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其中新小圆圈的正下方又挖了一个方形坑，打破了台基起建的黄沙面地面，内埋着一具小动物骨架，还表现在其中心的小圆圈及外套的方形都是在长方形的夯筑土台上先挖浅坑，再填土夯筑而成。史籍中曾记载的周夷王烹杀齐哀公惨案，由于年代久远，语焉不详，又缺乏考古实证和详细的历史资料，一直让历史学家们如坠五里雾中，特别是这一惨案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晋国的季侯究竟向周夷王进了什么样的谗言？为什么周天子非要用烹杀这种极其严厉和极端残忍的方式去处决一个大型诸侯国的国君呢？如今看到国内首次发现的这个高清陈庄天坛遗址，考古学家们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胆大包天的齐哀公竟在其地私下里非法建造专门用来祭祀上天的天坛，严重违反了周王庭的礼制，被季侯抓住这一把柄后立即向周夷王告密，这才是触怒周天子并最终引火烧身的罪魁祸首和根本原因。众所周知，周朝王庭的礼制是十分严格和完备的。按照周代礼制规定，祭天是只有周天子一人才能独自享受的特权，下属的所有诸侯都只能祭社稷，而严禁违规簪越礼制，违者定斩不饶。此次高清陈庄发现的这个非法祭天的天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引发周夷王烹杀齐哀公惨案的直接原因。换句话说，当年周夷王之所以要烹杀齐哀公，是由于齐哀公胆大妄为，僭越礼制，非法私自祭天的行为。史书所载的季侯谗言，就是因为死对头季侯抓住了齐哀公非法祭天的把柄，趁机暗暗向周夷王参了一本，最终借刀杀人，除掉了齐哀公。目前齐国3座都城中，只有第3个都城临淄的地理位置已经明确，但始都营丘和迁都泊姑从汉代以来就多有争议，而高清陈庄西周城址的发现，终于让这场争论有了新的转机，千年谜团一朝解开。考古专家在发掘中发现，陈庄遗址中有3处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夯土台基，将其连接起来，竟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正方形空地，从而确认了这是一座古城。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城，仿佛一夜之间从历史的长河中苏醒，向我们缓缓展开了一幅齐国早期的壮丽画卷。那么，这座西周时期的古城到底是姜子牙创建齐国的始都营丘，还是此后齐胡公迁都的泊姑？根据文献记载，周代齐国先后有3座都城，太公都营丘，胡公迁都泊姑，献公在此迁都临淄。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以平商而王天下，封师上父于其营丘。史记周本纪也记载，于是封功臣谋士，而使上父为首封，封上父于营丘，曰齐。姜太公是第一个受封为诸侯的功臣谋士。由史料记载可知，营丘是太公封齐之地。由此可见，公元前11世纪中叶，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并大封功臣谋士。因姜太公功绩显赫，在功臣中位列首封，开国建齐，由此开创了此后齐国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另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哀公时，季侯赠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地境，是为胡公。胡公喜都泊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哀公之同母少帝山苑胡公，乃与其党帅营丘人袭公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晋逐胡公子，因喜播孤都，至临淄。从以上记载看，因为齐国邻国晋国国君的谗言，齐哀公被周王彭杀，立其弟吕敬为齐侯。吕敬将国都迁徙至播孤。胡公迁都的原因，可能与避免再次遭受季侯的残害以及营丘哀公的残余势力有关。后来，哀公的同母弟吕山发动宫廷政变，杀害胡公，并驱逐胡公之子，自立为齐侯，并将国都从播孤迁往临淄。齐国的始都营丘和迁都播孤虽有历史记载，但都语焉不详，方未成谜，长期以来让历史学家们深感头疼。陈庄遗址身份的认证一直都是专家们争论的重点，但毫无疑义的是，高清陈庄西周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揭开了齐国早期文明的面纱一角，使遗失的历史片段重现于世，向封尘的历史真相更加迈进了一步，其意义与价值不可估量。既然陈庄遗址很可能就是齐国第一个首都营丘所在地，那么它会是姜太公子孙的栖息之地吗？据传，姜子牙死后遗留下15个子女，其侯位由长子齐定公继任。在姜子牙的后代中，有4位最为著名，分别是其第12世孙，齐国第16位君主，春秋五霸之首姜小白；姜子牙20世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左丘明；姜子牙的23世孙，秦国丞相吕不韦，汉朝开国皇后吕氏家族。姜子牙的后代最初都姓姜，但是有的为了避免政治迫害或躲避仇家，往往大多都会改名换姓来隐藏真实身份，其中包括吕、望、齐、卢、贺等，总共至少有10几种姓，都是姜太公的后代。据史书记载，姜子牙的12世孙齐桓公因受到朝廷的赏识，其后世后代便被赐予卢姓。姜子牙的子孙后代最初也都居住在营丘或周朝的王都，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向西方和南方迁徙。最早他们定居在河南，然后迁徙到了广东的眉山，再后来甚至迁居国外开枝散叶。据说韩国的名门卢氏家族和泰国的望族西纳瓦家族都是姜子牙的后裔，连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和卢武铉都自称是姜子牙的后人。由此看来，作为齐国第一个首都营丘所在地，陈庄齐国故城遗址应当就是姜太公子孙后代早期的栖息地，只是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被迫迁往国内外各地而已。由于年代久远，历史记载简略，加之考古实证极其缺乏，导致长期以来周朝的研究一直进展缓慢。然而，高清陈庄大型西周遗址的发现，让我们终于有望揭开西周的神秘面纱，一探其中的究竟。陈庄遗址是山东地区西周时期的一项重大发现，其发掘成果填补了山东周代考古的多项空白。陈庄遗址所发掘的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和蚌串，特别是这些西周青铜器上的珍稀铭文和西周刻词补甲，填补了国内周代考古的多项空白，具有极大的考古研究价值。在此次发掘的9座西周古墓，尤其是其中的4座甲字形诸侯级别大墓，不仅展示了早期齐国贵族的奢华生活，更是揭秘了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以及早期齐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和上层人物的真实生活状况。今天，我们对姜太公墓的考古探秘之旅就暂且告一段落。在此过程中，虽然拨开了一些历史的迷雾，但也不可能让所有的迷雾都完全消散。关于姜太公的传奇事迹、姜太公子孙后代的命运、齐国始都及迁都的详情、齐国爆发惨案的更多细节、西周时期的风云变幻和那个遥远时代的风土人情，都让我们依然抱有太多的未知、好奇和期待，
并因此而不断鞭策着我们去不断探索和发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更大惊喜，能给我们揭秘更多历史长河中的那些千古之谜和神秘故事。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喜欢的观众麻烦您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眼见古今与你下期再见。